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。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《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》。这本书已经流传非常非常久了，它已经再版到不知道第几刷了，有名的程度大概就跟《穷爸爸富爸爸》一样吧，也是非常有名的书。里面的内容也真的很经典，作者有讲解非常非常多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的点哦。作者很了解吸引力法则哦，他在里面有提到吸引力法则。如果你很不满意自己的经济状况，想要变得更有钱的话，一定要看看今天的影片哦。作者叫做 T. Harv Eker， 他年轻的时候也想要变得很有钱。他卖过各种的东西，他做过各种的生意，他还有到夜市摆摊过，可是一直都没有起色，他还是很穷。每次赚了一点钱之后，又会因为怎么样的原因又把它花掉了，然后又回到原点，还是很穷。有一天他爸爸的朋友到家里做客，那个朋友非常有钱，他看到 T. Harv Eker 的状况，就跟他说：你知道吗？其实有钱人的想法都差不多，而穷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些想法会造成他们的行为模式不一样。如果你的想法开始跟有钱人都一样，也开始做他们做的事情，那你一定也会变有钱人的。作者一听到就想说，我没有听过这种概念耶，有钱人都想的一样吗？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快点教我，快点教我，我也要变有钱人。作者就开始研究有钱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就开始学习他们的思考模式。后来作者就开了一间健身器材店，然后很顺利的把它连锁了好几间，后来又把那整个连锁店卖给别的大企业。后来作者做过的事业都非常非常的厉害，然后作者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。作者现在应该是几千万美金的身价了。那有钱人到底跟你想的哪里不一样呢？第一点就是有钱人相信我创造自己的人生，而穷人觉得人生无常，人生发生在我身上啊。穷人常常做的事情就是抱怨大环境，抱怨这个社会，抱怨老板，抱怨同事，责怪老公，责怪老婆，责怪爸妈，就是不会反省自己。常常都会说我觉得我老了，我不可能会有钱，我学历不好啊，我没有能力啊，我不可能转职啊，我找不到工作啊，一大堆借口合理化自己的失败。所以你可以想一下，你今天有在抱怨什么事情吗？那就不要再抱怨了。有钱人是不喜欢抱怨的，因为他没有时间在那边抱怨社会。第二点，有钱人会下定决心一定要变有钱，但是穷人不会下定决心要变有钱，他会没有办法决定，他会犹豫不决。如果你去问一个人说，你觉得你未来10年后会变成有钱人吗？大部分的人会跟你回答说，不会，我觉得我不会变有钱。那就是因为他没有下定决心要变有钱啊。要变有钱一定是下定决心要变有钱的，不可能是说有钱也不错，没钱也没关系。不可能是在那种模棱两可的状况，一定是要变有钱，决定要变有钱。穷人顶多就是想一想而已，他不会真的想要变有钱。再来这一点，有钱人都想得很大，穷人都想得很小。作者认识一个健身教练那个健身教练原本的资产大约是25万美金左右，但是在3年之后，他变成有600万美金的身价。作者就问他，你是怎么办到的呢？那个人就说自从我开始想得很大之后，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原本的我是想得很小的，所以就赚那一点点钱，当我想得很大之后，我就赚大钱了。好，举例来说，我们先讲收入的法则好了。作者有提到，你能够提供的价值乘上你可以服务到的人数，就等于你会赚到的钱。这是一个公式哦。这个公式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能提供的价值越高的话，你赚的钱会越多。如果你能服务的人数越多的话，你赚的钱也会越多。一般人增加价值的方法就是增加自己的能力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健身教练，你就会赚的比一个普通健身教练还多钱嘛，因为你提供的价值比较高。那如果你能服务到的人数比较多的话，你也可以赚到比较多的钱。例如说，有些健身教练只习惯一次教20个学生，在一个小小的教室里面塞20个学生，他觉得就已经是最多了。那这样子就只能赚20个人的钱啊。有些健身教练喜欢租很大的场地，一次容纳100个学生，这样子就可以赚100个学生的钱。那还有的人呢，在他教100个学生的时候，还会边开直播服务网络上的人，那就可以赚更多钱了嘛。再来就是把上课的画面录下来，放到网络上去卖，那又可以赚到更多网络上的人的钱。这就是想得大跟想得小的差别。再来就是目标，有钱人的目标就是要变有钱，穷人的目标就是生活过得去就好了，安稳就好了，不想要多花心思去想钱的事情。作者一开始在做健身用品店的时候，他那时候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开100间分店，要服务到成千上万的客人，变成一个很大的连锁企业。
跟他同时开业的另外一个竞争者啊，也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健身器材。那个人的目标就只是想要经营一间店而已，把那间店经营得好就可以了。他并没有想要拓展变成好几百家店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作者变得非常非常非常有钱，而那个人呢，生活就是还过得去啊，是因为作者想的比较大，而那个人想的比较小。再来这一点，有钱人会专注在机会上面，而穷人会专注在阻碍上面。有钱人常常都会看到很多很多赚钱的机会，你要训练自己的思维模式去看到机会。例如说，你今天买了一个产品，然后觉得不好用，穷人可能就去虾皮把那个卖家大骂一番，给他1颗星，而有钱人就会看到商机，他会觉得说啊，我好像可以把这个商品做得更好哦，我有能力哦，那也许我可以去找一个供应商，把这个商品再进化一下，再拿去卖，这样就可以赚钱了。穷人就会找借口开始说，这个太难了，我办不到，我不可能做得到。有钱人看到的都是机会，而穷人看到的都是阻碍。再来这一点，有钱人会欣赏其他的有钱人，但是穷人不会欣赏有钱人，他们讨厌有钱人。有钱人会和其他的成功人士打交道，但是穷人不会想跟成功人士打交道。穷人喜欢跟其他的失败者打交道，穷人甚至还喜欢跟一些更失败的人打交道，还可以凸显自己可能没那么失败，但是其实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如果你身边没有有钱人怎么办？就看有钱人写的书，看他们自传也好，学习他们的思考模式、说话模式、做事的模式。有钱人会欣赏和喜欢其他的有钱人，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讨论一些不同的点子啊，互相激励对方。其实很多有钱人都是很正面的，人都非常非常好的。我们真的不能用刻板印象去看待他们，因为那些刻板印象都是一些电影啊在洗脑我们，让我们觉得说有钱人都很坏。而事实上，很多有钱人都是大好人。再来这一点，有钱人会勇于推荐自己或自己的产品，而穷人不喜欢推荐自己。就例如说，有个升官加薪的机会好了，有钱人都会自我推荐，觉得我可以，我做得到，所以就会得到更好的机会。而穷人就会躲在角落，觉得我不行，给他做好，我不想要更多的责任。穷人不会喜欢自我推荐，有些穷人可能会希望老板看到他，但是他不会勇于自我推荐就对了。这个其实很奇怪哦，我觉得可能是从小一直有人灌输我们要谦虚，要谦虚，要谦虚。可是太谦虚就是不健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做人不能够太谦虚。如果你就是一个闪亮亮的黄金，为什么你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呢？我不懂。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，他们不是走谦虚路线的，谦虚的人就是会被忽略。我们要勇于表现自己，推荐自己，或是推荐自己的产品。你自己想嘛，一个很赚钱的 sales 是不是很会推销自己的产品？一定是的啊。如果你都不相信自己的产品，那谁会相信啊？谁会跟你买啊？如果你是在卖产品的，可是你不相信你的产品的话，你一定要去找一个你自己都相信也很喜欢的产品来卖，因为你的热情别人是可以看得到的。你不要浪费人生去卖一个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产品 OK。 如果你现在工作的公司他做的事业也是你不相信的好了，那请你赶快去找一个你相信的公司替他们服务，不然的话你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公司上班，你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 OK。 讲得越来越激动，先calm down一下。下一点，有钱人会比他的问题还大，穷人会比他的问题还小。在变有钱的路上，其实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问题。你可能是解决客人的问题，也可能是解决你老板的问题，解决沟通的问题，解决合作的问题，很多很多事情要解决。有钱人都善于解决问题，他比他的问题还大。如果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他会想办法自己去学也好，或是找一个有办法解决的人来帮忙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有办法解决问题。而穷人呢，看到问题就怕，看到问题就想甩锅让别人去解决。穷人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其实解决问题就是在帮助别人啦，卖东西给客人就是帮客人解决一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棒，那客人一定愿意付更多的钱来买你的产品嘛。那如果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客人就不会买这个产品啊。所以变有钱的路上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。再来这一点，有钱人都善于接受别人的好意或帮忙，但是穷人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好意，因为有钱人觉得自己是很值得拥有的，所以他可以很大方的接受别人的好意，或是别人的帮忙，或是别人的称赞。那穷人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这些，所以他没办法接受别人的好意。举例来说，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，你跟他说，我觉得你很漂亮
他就会说没有啦，我并没有很漂亮，我好丑哦。然后你又说我真的觉得你很漂亮欸，他就会说我真的很丑，我没有很漂亮啦。然后你又继续说你真的很漂亮，我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人哦。他就会开始大哭哦，我真的超级丑的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就是丑八怪一个。很奇怪耶，他的自我价值好像真的很低，他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称赞呢，很扯哎。不要当那种人好吗？你就大方的接受别人的称赞，大方的接受别人的好意，大方的接受别人的礼物，大方接受别人的帮忙。有钱人都是这样子的，乐于接受，好不好？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的话，可以去听听看这个我值得的肯定句，试试看让自己变得值得拥有，好不好？再来这一点很重要，有钱人的收入会跟他们的成效成正比，而穷人的收入只跟他们付出的时间成正比。穷人很喜欢稳定的收入，最好每一个月的收入都一样，不要改变。如果改变的话，我就很害怕哦。有钱人不喜欢稳定的收入，最好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如果一稳定，他就觉得好无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一定要想办法赚更多更多钱。穷人喜欢收入有天花板，有钱人不喜欢收入有天花板。有钱人的收入会跟他们的成效有关，所以大部分的有钱人是自己创业的。作者说他曾经有一个员工啊，那个员工来找他，想要求加薪，他就是说我有一个计划可以帮你打广告，让你赚得更多钱。那这样子，我觉得我可以加薪到一个月$4000。然后作者就问他说，如果你真的很有能力，可以让我赚那么多钱的话，那你要不要用抽成的？我让你抽一半，这样子你有可能一个月赚到$8000哦。那个员工却不要，他不想要用抽成的制度，他想要稳定每个月$4000就好了。他不想抽成，因为抽成可能有高有低，一下8000，一下6000，一下3000都有可能，所以那个人不要。作者就说他就是个穷人的思维，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也不相信自己有办法赚到很多很多钱，所以他不敢用抽成的，他只想要稳定的薪水，一个月给我$4000就好了，每个月。通常穷人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他不愿意做一个工作是跟他的成效有关系的。好，再来这一点，有钱人都很懂得管理自己的钱，很善于理财。穷人不善于理财，他也懒得理财，根本不想管钱。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啊，你有听过这句话吧？有钱人通常都知道自己的总资产是多少，但穷人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，总资产也分不清楚什么是资产，什么是负债，这样子就没办法赚到更多钱啊。还有很多穷人其实是非常懒惰的，他们连一本理财的书都不想看哦，就想要变有钱，或者是就想找理专来帮他管钱。我跟你讲，没有用的，是你在创造你自己的实相，不是理专在帮你创造。如果你自己本身就空空的话，你找理专也没有用。我建议至少你要看20本理财投资的书，一定要至少看20本，你才不会被那些话术给骗去。如果你什么书都没看，就傻傻的希望理专帮你把钱加倍的话，你钱会被他骗光光。因为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 care 你自己的钱。如果你自己都不 care， 也不想管理自己的钱，那钱就是会被骗光。所以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找理专帮你投资，你要自己先研究清楚，至少看20本书，好不好？有钱人都很喜欢看理财投资的书。再来，作者说，你要先会管理你现在已经拥有的钱，你才会拥有更多。如果你连现在拥有的钱都管理不好的话，不会拥有更多。就有个故事啊，是这样子，有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冰淇淋店，那个小朋友就很开心，买了1球冰淇淋，就拿在手上，正要吃的时候，他就跌了一跤，那个冰淇淋就掉地上了。然后那小朋友就哭啊，说：“妈，没有冰淇淋了，你再买给我好不好？这一次我要3球。”然后妈就很生气说：“你连1球都掉地上了，你还吃3球啊？我怎么可能给你3球？那个1球就是你的钱啊！如果你连这点钱你都管不好，你怎么管很多钱呢？所以你现在拥有多少，不管你拥有多少，你就是好好的去理财那一些钱就好了。这样子别的钱就会知道说，那个人很会管钱哦，我想去他家住，就会来找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，有钱人不会让害怕阻挡自己的梦想，但是穷人很害怕，他只要有一点点害怕，他就什么都不敢行动了。穷人超级害怕的，就是怕失败啊，怕丢脸啊，怕行动啊，怕麻烦啊，怕很多东西。但是有钱人都不怕这些，他会勇敢的采取行动。而且有钱人很善于拓展自己的舒适圈，而穷人就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圈，就算那个舒适圈其实没有很舒适哦，他就是要待在那个小小的舒适圈，他不愿意踏出去，不愿意做任何改变。你所有的梦想都是在你的舒适圈之外，你如果不愿意踏出舒适圈的话，你没办法追求你的梦想。所有事情哦，你想要追的那个人也在你的舒适圈之外，
你想要做的那个工作也在你的舒适圈之外，所有人的梦想都是在你的舒适圈之外，所以平常就要练习勇敢的踏出舒适圈，就算害怕也没有关系，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你可以勇敢去追求你的梦想，真的没有人 care 你在干嘛。这个我可以再做另外一支影片讲，没有人 care 你在干嘛，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别人的眼光，你可以勇敢踏出舒适圈去追求你的梦想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做 YouTube 嘛，我曾经跟10个朋友讲吧，我在做 YouTube， 我有给他们连结。我一开始也会想说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，会不会嘲笑我吗？还是会觉得我很奇怪？为什么我相信吸引力法则？我一开始会有这样的想法哦，可是后来你知道怎样吗？那10个朋友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聊我的频道影片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来说，你今天的影片内容不错哦，我喜欢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，你的影片很奇怪，我看不懂。没有人 care， 真的 no one cares， 没有人 care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我，我的意思是说我想太多了，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们怎么想，因为他们并没有怎么想，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看我影片，也可能根本不 care， 他们没有怎么想，你懂意思吗？所以你可以勇敢追求你的梦想，因为别人根本就不会管你，他没有在管你在干嘛，他们在烦恼自己的生活，就烦恼来不及了，还管你嘞。所以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去阻止你自己追求梦想嘞？好，再来，有钱人喜欢投资自己的脑袋，常常在学习，在成长。穷人不喜欢学习，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懂很多了。有钱人真的很喜欢学习，不管是看影片学习也好，看书学习也好，找老师也好，有钱人都很喜欢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。其实现在免费的资源这么多，你也不需要花钱去买什么很昂贵的课程，网络上的影片就看不完了。当然废片也很多，可是你必须远离那些东西。有钱人通常都是很专注的，他有办法把那些杂讯全部砍掉。我不看新闻，我不看八卦娱乐节目，我不看没意义没营养的东西，这样子就只专注在自己的梦想。需要什么新的技能就去学习。有钱人就是会不断的精进自己，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。我觉得我今天讲的有点激动，可能这本书的内容真的让我有很多的共鸣。我觉得写得非常好，作者的笔调也是幽默风趣，他讲话也很真。这本书的连结也在下方，还有很多内容我今天都没讲到，所以可以去看看哦。另外一本书我也很推荐，就是《潜富》，要怎么培养有钱人的潜意识状态呢？可以去看看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